周磊，这麒麟已经让你骗到执行局了，不是？那你们能不能务点正业啊？我哪儿不务正业？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，马云？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我问你，你们是不是把一个申请人拉回法院了，给人办什么减肥班？这是法官应该做的事儿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分个轻重缓急啊？我有没有说过，目前执行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？我说，什么呀？是为了咱市里边晨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保驾护航。亏你还记得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拆迁就是个雷，一碰就炸。但是就是炸了，我们也得办啊。你们倒好，正事儿不抓，管起什么减肥来了？这还不叫不务正业吗？马院，您消消气儿，帮助申请人减肥，这也是我们法官周末加班干的。您交代的任务我们不打折扣，拆迁腾退案件的执行，我们没什么经验。最近执行二厅也在做之前类似案件的模拟演练。这楚云这态度就不错，不过，光做模拟演练是远远不够的，要学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。郑志夏的案子已经判决生效了，但是他拒不履行，所以拆迁公司申请强制。这是晨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案件的第一起案件，市里非常重视。政法委的刘书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要求我们按照判决不折不扣的执行。记住啊，开一个好头，事情可就成功一半了。唐院长现在在党校学习，所以这个案子的执行，我会全程监督的。明白了。哎呀，哥，我这脚都磨出泡了。你说以后这种跑腿的事儿，就让他们干就行了。你这40多户，我们可是一家一家走啊！啊！把你给懒的，哎，就你这样，还想接我的班当村主任？怎么想的你？这真实情况啊！钱难赚，屎难吃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就这种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自己就打他口风？是他现在答应你了，等到时候临门一脚的时候，管你要这管你要那，你给不给？你给吗？你给？我商量好的事他还敢变呀？谁敢变，我找人收拾他去。我收拾你吧。我们干的是基层工作，基层工作讲的是人情世故，以德服人，懂吗？以德服人。好。好，眼神。哎呦，志夏，帅啊！哎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咱们继续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行，你们先回去检一下，一会儿我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您走。哎呀，志夏，越来越专业了啊！哎，最近你的粉丝没少涨吧？还好。我跟你说，上个星期啊，我去跟同学聚会，我让每一个同学都加你关注了。啊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哎，我自己来。我今天来啊，没什么事，主要是过来看看你。哎，没什么变故吧？还真有，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呢。我知道了，拆迁款还没到位，对不对？拆迁款是到了，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说这个花墙的补签协议的事儿。志夏，你这花是挺漂亮的啊，这花能值几个钱呀？你换个地儿再种呗。哎呦，姚总哥，
花跟花可不一样啊，我有估值报告的，我这花值300万呢。董事长，志夏，补偿款我们可1分钱没少给你啊，但是你不能逮个东西乱报价吧？哎，我可没乱报啊，我这可都是原珠啊，人家云南花农1盆这样的原珠可就要上百万呢，我这可是满墙啊！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上网查查，查查卡特兰、鹤顶蓝的原珠多少钱。我跟你们讲啊，300万我都觉得少了。不查了，这个，志夏，抱歉，这个是我的责任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该得的，咱们1分都不能少。那个刚才我看，哎，窑洞都排好了，这样回头啊，我一五一十的跟他们汇报上去。但是，这里面所有的细节问题啊，还得你自己找他们去谈。哦，没问题，麻烦您了，谢谢，来喝茶。不麻烦。郑之夏拆迁腾退案，申请人追光拆迁公司，被执行人郑之夏，26岁，职业是网络主播。追光拆迁公司已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郑之夏，郑之夏却没有依照合同规定的日期搬离。民一庭判决郑之夏要在规定日期内拆迁腾退，郑之夏拒绝搬离。现在追光拆迁公司申请强制执行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院里开会，马院强调城中村的改造是今年青岗头等大事之一，要求公检法为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保驾护航。对于事实清楚、判决已经生效的，要加快执行。麒麟，给你1周时间。收到。你好，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麒麟。你是郑之夏吗？是，我是。现在就你的腾退案，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我早就跟他们说了，他们必须把我的花运走，还得保证都活下来，否则我绝不搬。我们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，不是强制。你之前和追光拆迁公司签过腾退协议，他们也支付了腾退费用。但到了规定日期，你却拒绝搬走，为什么呀？这面花墙你们看到了吧？这面墙都是非常名贵的兰花，这些原生的卡特兰、鹤顶兰，市价很高。这面花墙是由石块堆砌成的，花草根茎都在墙里，中间都是泥土，不能强行移动。墙一拆，花全死。你是说，这些花是不能轻易移动的？对，就他们那么处理，一把一把薅，普通的花都得死，何况这么金贵的品种。我之前就跟他们建议过，从北京把专家请来，考察完土质、水质之后，再请专业人士做转移。但他们就请了一般的搬家公司，那怎么行呢？那你所说的这些，在签约的时候没有提出来吗？拆迁公司来和我聊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。签合同的时候还答应得好好的，说先签一个腾退合同，等他们回去找专业公司过来做评估，有了解决方案，再签一个补充协议。要么赔偿我兰花的钱，要么把花墙原封不动的给我移植过去。
到了现在都没人过来找我谈。合同约定的时间到了，就来逼我搬家，哪有这样的嘛？这个兰花的价值呢，我大概知道一些。你这个评估之后，这些花大概是多少钱？300万左右。300万？法官，我真不是漫天要价，我这都是名贵的品种，我有估值报告的，而且每年能给我带来不少的利润。你是会在网上卖这些花吗？法官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做直播卖货的，我是走国风路线的。我培育兰花的过程，也是我价值观的一种表达。兰花是什么？是贤达，是君子呀。我希望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做一些事情。我认为兰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直播间有50万粉丝，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通过我，通过兰花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的。除了找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花移走之外，你还有别的诉求吗？如果实在办不了，那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。为什么要暂缓执行？根据郑志夏的描述，他极有可能是在被骗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合同。拆迁公司拿着这份合同到法院起诉，但是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一墙价值昂贵的兰花。就为这个？这不够吗？这些兰花到底值不值钱，值多少钱，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吧？这得经过专业的评估。另外，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。马院已经问过我2次，特意强调市里的任务是有时间要求的。市里的要求我们也不能错误理解。文件我都看了，你爸亲口说了，要杜绝简单粗暴的拆迁行为，更不能以重大项目的名义损害老百姓的权益。我爸说的话多了，他还说了，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，坚决按时保质的完成任务。这你怎么不记得？你又想什么呢？我这些天一直在想黄振香的案子。这跟郑志夏的事有关吗？这些案子都跟追光拆迁公司有关。这不奇怪呀。我们执行局现在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晨光广场拆迁腾退的案子。追光拆迁公司申请执行的案件多，这不正常吗？这说明他们也是在依法行事啊。他们要真的是依法行事，就不会在那么多问题、那么多矛盾都没有理清楚的情况下就申请执行，这完全就是不负责任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约谈穆子峰。徐法官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这是郑志夏提供的兰花估值证明，你看一下。300万。据郑志夏反映啊，关于花墙的这个事情呢，拆迁公司之前答应了跟他签订补充协议，以此为前提呢，郑志夏呢也同意了签订拆迁腾退合同。可是到现在为止，这个补充协议还是迟迟未签，情况属实吧？部分属实。部分属实。确实有补充协议这回事。不过我们对花墙进行了评估，认为它不构成追加补充协议的条件，因为拆迁腾退合同中已经有了相关的约束条款。我们会将郑之夏的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，这样就没有必要签署补充协议了。你们来转移花墙，能够保证兰花的存活吗？你也知道，转移兰花的难度很大，我们不能够保证兰花的死活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请专业的园林花工将这面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。混淆概念。
你们是想用合同当中关于花墙的模糊约定，来替代补充协议，以此来逃避巨额赔偿的可能，是这么回事吧？齐法官，法院已经对此做出了判决。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。政治下的要求呢，有它合理的一面。你们之前的口头承诺呢，也算是约定。所以我建议啊，如果你们无法保证兰花的存活，最好还是先跟他把补充协议签好。所以狮子大开口，张嘴就是300万。数额可以再协商嘛，但是我希望拆迁公司要先做好表率。邓医师，刘梅是我老同学，这种事我第一次干，她开了口使劲求我，我这是真的没办法，你可不能拿她干别的。啊，这是当然。谢谢邓医生。我这也是没办法，我表妹的婆婆天天念，搞得2口子都快离婚了。你能帮这个忙，也算是积德行善。没有就是没有，这也造不了假。3个月以后就得穿帮。哎呀，能蒙3个月是3个月，2口子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。她老公明年就回来，稳定下来，他们就打算要孩子。姐，咱是不是有点冒险呀？我这心里慌。别慌，富贵险中求。咱们现在有孕检报告，又有照片，这个忙他不得不帮。姐，你不怕他恨你？恨比忘了强。所以，我建议能不能按照法院说的，给郑之夏一定的经济补偿，当然不是他提出的300万。陈总，你怎么看？那你看给多少合适啊？100万？50万？穆律师，你错了，1分钱都不能给。这个头不能开，医护要成了，后面户户都来要，我们今后的工作怎么做？楚市长说了，绝不能纵容这种随意坐地起价的歪风邪气。李总，你也不能总让穆律师跑来跑去的，你要站在你们拆迁公司的立场上想想，这种问题怎么样去解决？
收拾东西，跟我走。别太难过了，这花死啊也不能复生，光伤心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这死了的花也不是你家的。哎呦，穆律师，穆律师，是你们弄死我的花是吧？有点激动，冷静。郑之夏，说话要负责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我建议你收回刚才说的话。你别再是跟我装腔作势的。我补充协议呢？你们给我签了吗？我的花死了，你就来了。这事儿就是你们拆迁公司这伙子人干的，啊！弄死我的花，你们就不用赔偿了是吧？这帮混蛋！哎，畜生，王八蛋！告诉你，骂你了怎么了？你别给我不分青红皂白！你能不能别跟他瞎掺和行不行？哥，你也拆迁公司，他也骂你了呀！闭嘴！哎呀，穆律师，你看这，为了让我搬走，你们就用阴招是吧？你们可真行啊！郑之夏，对于你的遭遇，我个人表示同情。我之前为了你这些花，也一直在申请补偿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谁也不愿意看到。这些花是怎么死的，你也别乱下结论。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拆迁是一个大工程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你不要带头闹。我建议你尽早履约搬走，不要等到强制的那一天，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看。
黄耀祖把村里的监控给我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就是拍到了，也肯定是被他们给抹去了。戚法官，他们这帮人都是一伙的。我建议你报警。报警有什么用？花上没有异味，我多少懂一点，肯定用的不是百草枯之类的农药。我想大概率是用开水烫死的。戚法官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事肯定是他们干的。郑志夏，你要明白啊，光是推测是没有用的，一定要有证据。不管你的兰花有多么的名贵，现在已经死了，死了就没有办法复生。事情越拖呢，就越会对你不利。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，我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解决问题。怎么折中？在补偿金额上让一让。行，我割肉，补偿我200万，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后底线，少1分我都不办。现在呢，已经有32%的用户拿到补偿款后提前办理，剩余的住户也逐渐有序地进行腾退。按照计划，外围的拆迁工作已经在进行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2个破旧的厂房已经被拆除。马院长，有个小事儿想跟你汇报一下。你说。昌盛村第1户拆不动的案子你也知道，现在郑志夏让我们补偿200万的赔偿款，否则不办啊。马院长，您看能不能让执行局的同志们加把劲？这个先河可不能开啊！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妈，我开会呢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哦，那我尽快赶回去。妈，妈，你来干什么？他要是不来，有些事儿恐怕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。阿姨，既然文俊回来了，就先告诉我。黛兰怀孕了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对不起沈婷。你先别说你对得起谁，对不起谁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我会让他把孩子打掉。如果您还考虑我和沈婷关系的话，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。这纯粹是个意外，我没有想着要背叛他，我真的希望能跟他好好过日子。你糊涂！你说你对不起沈婷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不起你这个妈？我这么想要个孙子，现在天上掉下来个宝贝，你竟然说你要给打了！
这孩子真的不能要啊！为什么？刚才小红来说了，她表妹并不要求要个名分。至于你，她并不追究。我要是知道你这个态度，你干脆你就装作没这回事情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妈替你当一回恶人，做一回主。这孩子我是要定了。沈婷要是怪罪，你就跟她说是我妈的意思，我一个人担着。妈千万不能这样！我做了错事，已经对不起沈婷了，我不能再弄出个孩子来伤害她呀！你怎么没想到，你伤害的是我呢？我这么想要个孙子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孩子他只要姓马，我不管他妈是谁，必须生下来。你不养我养，我连他妈一块儿养。妈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沈婷迟早会知道的，到时候我怎么面对她呀？离婚。沈婷跟我说过，为了马家有后，她可以离婚。花全死了，一夜之间全都死了，这肯定不是自然死亡。我这脑子现在有点乱。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激进暴力的非法手段。像这种行为，它不仅是在威胁被执行人，它也是在挑衅法官啊！谁干的？有线索吗？郑志夏报警，公安会去查的。这件事情的基本逻辑是清晰的，从结果论来看，追光拆迁公司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。哎，你记得黄池刑法案吗？也是这样兜了一大圈，到最后逼着黄春香把房子给卖了。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是负责执行的，不是负责查案的。没错，但就算执行，我也要执行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好的，好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好嘞。把那些东西啊，找个地方存放几天，不过分啊。好，那个郑志夏怎么还在要钱啊？李总，这个钱咱们还是给了吧。为什么呢？花儿都死了，他拿什么跟我谈条件啊？你现在应该去法院，让那帮法官赶紧解决。这么点破事很难吗？强执啊！这笔钱省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我不知道郑志夏的花是怎么死的。没养好呗。很重要吗？这个事儿？重要。我想知道郑志夏的花是不是拆迁公司的人弄死的。你是在质问我吗？该你问吗？我提醒你，注意自己的身份，管好你该管的事儿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法院催那帮法官赶紧执行，明白吗？郑志夏的花如果是我们的人弄死的，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，那他都会出大事的。如果他的估价证明是真的，牵涉这么大的金额，他只要报警，公安一旦介入调查，那就不止他一家，昌盛村所有的拆迁工作都要暂停。这样的后果，我
我一个律师承担不起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来承担呗？这就是你的真本事啊，穆子峰。陈总给你开律所，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吗？我想陈总找我合作，也是为了增强公司的法治观念。要知道什么事儿能做，什么事儿不能做。又怎么了？郑之夏的事办明白了吗？办明白了，我处理的挺好的。我让你斩草除根，你除了吗？所有花都洗了热水澡了，每一朵我都浇透了，我保证，都死了。那为什么那个郑之夏还总跟我要钱？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你没办利索，那个穆子峰都快骑我脖子上拉屎了。除根，除根，除根，你懂吗？花都死了，除根还不容易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用最短的时间，把事情给我处理干净。如果穆子峰再因为这个事情来找我，花怎么死的，你就怎么死，听清楚了吗？要不然我先帮你管管这个穆子峰吧，他怎么这么烦啊？我他妈先管管你吧！妈，哎，回来了，王大成，哎，王大成，快给孩子搭把手。哎，我来。让你爸帮你搬一下。哎，来，不用，来，你护着点你的腰，真不用。跟你说了，别动。我跟你说，他虽然呲的我，但是不让我干活嘛。这才几天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拭目以待，你这好日子能过多长时间？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。我看到了。喂，飞哥，挺长时间不见，挺想你的。晚上出来一趟，一起吃个饭。行，那我这就过去啊。爸妈，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，然后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。去哪儿啊？领导找我。哪个领导啊？就之前还来过咱家那个嘛。哎，看见没有？那流氓领导要请他吃饭了又。这是别整天流氓的，你不能以貌取人。他就像个流氓。哎，爸妈，走了啊。啊。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人叫不到，鬼叫飞跑。方大成，我不说了。哎，我也说你两句，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，你对儿子不能整天流氓。你不光他不爱听，我都不爱听。你不爱听你也得听着。你也怀疑郑之夏的那些兰花一夜死了是拆迁公司干的？换的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
我不想解释，也没有必要解释。巧合代替不了证据。我也没有逼你回答。真要谈事儿，我会在法院的谈话室里约谈你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。你还记得老师上的第1堂课讲的第1句话是什么吗？法，行也，平之如水，从水；治，所以处不直者，去之从去。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，是我们的法律梦想。你刚才那番话，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当年的课堂。希望你还能记得你的初心。我很关心，在政治下的案件中，你的所有行为是否符合律师的身份。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多说2句。对于郑之夏的遭遇，我深表同情。这几天我一直跟拆迁公司的李总在商量，给郑之夏的赔偿方案。坦白的讲，李总并不积极，因为毕竟是郑之夏违约在先。但我一直在努力斡旋。你听懂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一直在帮郑之夏想办法。那就好。楚源，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你真的怀疑我会做出违背律师身份的事吗？这肯定不是你的真实想法。是麒麟说的吗？这个，咱这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去？我来办点事儿。这个，咱这么见人家，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给他个清洗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郑之夏，你好。我们是谁不重要，你应该问你们想要干什么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你们想要钱是吧？我有现金，我给你们拿。我听说你这个人不是很讲信誉，是吗？问你话呢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听不懂没关系，照我说的做，你能做到吗？能。好，明天从这里搬走。你们是拆迁公司的人？你是拆迁公司的吗？你是吗？哎，你们是拆迁公司的吗？没人是拆迁公司的。你们是想逼我搬走？我不搬。我就知道，
光说，你是记不住的。